魔教近几年来不断扩张势力，在江湖上四处作恶，横行无忌。我辈侠义中人，被无辜杀害者有之，退隐深山避祸者有之，也有部分屈服在魔教的淫威之下。而魔教正在密谋对付我们五岳剑派。任我行这个魔头，武功超凡，手下人才众多。不过，如果他杀伤我们华山派，岳某夫妇是与华山共存亡，绝对不会屈服。魔教势力庞大，武林中任何一派都不能跟他对抗。假如我们五岳剑派能够团结一致，同心合力，相信任我行这个魔头未必敢轻举妄动。左掌门的意思是？实不相瞒，左某今日请4位掌门前来，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五岳剑派结盟之事。一直以来，我们五岳剑派都是守望相助，互为照应。如果能够结盟，相信魔教从此不敢对我五岳剑派进行蚕食迫害。话虽如此，不过我们五岳剑派武功路数不同，宗教信仰也都各有不同。如果贸然结盟的话，恐怕……岳掌门说的不错，更何况一旦结盟之后，就必须要选出一位德高望重、武功高强、众望所归的人，任盟主之位。请恕贫道斗胆直言，别说我们泰山派，就算我们五岳剑派，也未必有适当的人选。选贤与能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不过大敌当前，如果不当机立断的话，他日魔教一旦来犯，就只有任人鱼肉。哼，倒是悔之晚矣。阿弥陀佛，我北岳衡山只知念经拜佛，一向不管江湖恩怨。况且我不犯人，人何必犯我？凭你相信，魔教未必会向我教动武的。我们五岳剑派一向敌忾同仇，如果魔教真的胆敢来犯，就算我们之间并无结盟，我们华山派一定毫不犹豫赶去支援。不错，所以结盟与否，并没有什么分别。莫掌门，你意下如何呢？我们南岳衡山地位低微，岂敢胡乱做主呢？在座的4位掌门，你们的意见就是我莫大的意见。既然如此，左某也无话可说了。结盟一事暂且不提。任我行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要劳烦5位掌门齐聚一堂，商量办法来对付我，老夫可真有面子。任我行。你带这么多手下来嵩山，到底意欲何为啊？我看5位掌门难得齐聚一堂，所以我特地不远千里而来，想一次过领教一下五岳剑派的精妙剑术。任教主，你们这么多人上得了封山台，恐怕沿途负责看守的嵩山弟子已经凶多吉少了。呵呵，左掌门大可放心，虽然贵派弟子不识抬举阻止我教教主上山，但是我们教主宅心仁厚，贵派弟子
全都死得非常的痛快。任教主滥杀无辜，罪过罪过。定贤师太慈悲为怀，真是令人我心汗颜。今天我就看在定贤师太的份上，只要5位掌门答应加入我日月神教，我就饶封山台上所有的人不死。任我行，你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？素闻莫大先生的一曲潇湘夜雨弹奏得出神入化，正好我日月神教曲右使也精通音律，待会儿你们可以切磋切磋。任教主，我们5岳剑派和贵派一向井水不犯河水，今天你突然来犯，似乎于理不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井水不犯河水！然则今日5位掌门共聚嵩山封禅台，有错为何事呢？莫非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你们君子之腹？总之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5岳剑派的生死存亡，就在于5位掌门的一念之间。任我行，你今日分明是行事暗算，以众凌寡，根本胜之不武。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说得好，要是这么杀了你们，未免被江湖同道耻笑，说我们日月神教以众凌寡，恃强凌弱。好，为了让你们心服口服，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们5位当中，其中1位可以赢得我日月神教，任我即刻离开封禅台。任教主，既然你说得出，可要做得到啊！你真的想跟我们单打独斗？混账！我叫教主上来说一不二，你们几个准备受死吧！好，就让我贴门先会一会你这个魔头。你还不够资格，向左使，你就先带我打头阵。属下遵命。得罪。天门，想不到你剑如其人，有勇无谋，太令我失望了。莫武刚才听闻任教主夸赞曲右使精通音律，如今想请教一下，未知曲右使意下如何啊？曲右使，你就尽管跟他比试一下。属下遵命。莫大莫大，你有什么伤心往事？也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你还老是弹着这曲潇湘夜雨，在那儿自伤自怜，未免太过迂腐。莫大认输，曲右先生，莫大先生只是败在自己的手上，与曲阳无关。定贤，你一心向佛，毫无半点杀气，绝对不是我的对手。论武功，凭你自愧不如。但是要任施主一意孤行，要与5岳剑派为敌的话，凭你只好舍命相陪。哎，只可惜任某不喜欢和女流之辈交手。既然这样，岳某就先行领教任教主的盖世武功。好，算起来，老夫当年和你们华山的风清扬还算有点渊源。
我也很想看看他后辈的华山剑法是否青出于蓝。请恕岳某献丑。岳不群，你有精妙的华山剑法，不好好去练，偏去练那个什么紫霞神功，你太不知好歹了。师兄，左冷禅，人们听闻最近五岳剑派以你武功最高，希望你别让我失望。为了我们五岳剑派的生死存亡，左某只好奉陪到底。那你出剑吧。说到剑法，左某的几位同道先后拜在任教主和你2位左右使手下。左某试问，又怎么敢重蹈覆辙和任教主你比剑呢？不比剑，那你想比试什么？请恕左某斗胆，想和任教主你比试一下内力。比试内力，哈哈哈哈哈！果然有种。